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猫贵熊猫。那因为最近都在疫情啊，所以其实我们主要的旅游都在台湾。对，我觉得 Facebook 有个功能很惊人，就是它会一直提醒你，就是过去这个时间你在干嘛。然后我前天看到，我发现我们已经连续4年还是5年，11、2月一定在日本。不过我前天看到新闻，就是说感觉不管是发达还是英国，那疫苗都有点希望，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在日本。要讲所有的内容之前呢，我们都还是要喝点小酒。先介绍一些为什么要来开这个，对，因为闻到一点味道。对。这是我们上一集介绍的 Spring Bank， 这是什么时候的酒？这好像很久以前吧。06年、07年 bottle 的酒。为什么要开它呢？这是老酒啊，这是一般商店买不到。熊猫是在威士忌 auction 的网站标到买回来的。对，就是在我努力就是在 Black Friday 大杀四方的时候，其实你不要以为熊猫都没买东西，他买的东西更可怕好吗？他就是一样，就是在 auction 网上买了一些。当然天有不测风云哦，那这一瓶刚好它就有一点点漏酒，所以看到它的酒的这个 level 有点稍低。那是漏了一点点，没有漏很多啦，所以预期可能这个塞子有漏，但是应该还没有完全坏掉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开了它吧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先开了酒喝一点试试。这古时候的装瓶其实是还蛮容易漏酒的。老司机说要这样拍一下，所以拍的就是老司机。对，喝酒的话，换女友真的。那趁猫哥在试这个酒的时候呢，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哦。我们今天讲主要，因为我们两个蛮懒的，所以主要内容呢会在内湖，其实就在我们家附近嘛。的范围就是文德站、内湖站跟大湖公园站这3个站。那其实我们事后再帮大家把地图啊跟相对位置剪上去，所以你们会比较容易看得到。其实这些位置呢，因为我们两个很懒惰，所以都是走路可以到的地方，所以其实带小朋友去也是非常方便的地方。我们家没有小朋友。我说别人啊。对，如何？香。好，第一个其实我们要讲的是在从文德站开始。那文德站主要有2个点，第一个点就是碧湖公园。我们今天带了大抄，就是把 iPad 稍微写了一下我们要讲的内容。那其实碧湖公园在我们印象里面最出名，就是它这几年在附近盖了蛮多的豪宅，很漂亮，那房子盖得很漂亮。那还有它晚上的夜景其实也蛮漂亮的。是有尼斯湖水怪。尼斯湖水怪是最后一个。其实夜景有几张照片啊，你应该没有什么印象，因为那个都是夏天的时候去拍的。它在湖的那个倒影上面啊，其实非常的漂亮。像这里有没有？就某一天我朋友也是住这附近，然后他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篇文，就看到有一个类似雷龙的水怪在吃草。对，那我就很好奇，在某一天跑步晚上的时候，也去同那地方找了，它真的有水怪。有，我看那个照片。对。影片看起来真的蛮像哦，我们等一下看水怪不用去尼斯湖，来内湖就可以看到水怪。其实碧湖公园适合晚上去，也适合早上去，但我觉得晚上比较漂亮啊。其实晚上还蛮多老大妈会在那边跳舞，然后那边也因为那边好像是戏曲学校吧，其实也会看到蛮多学生在那边就是练习。那个叫吊嗓。吊嗓就是昆曲的吊嗓。对。再来就是在文德站的第2个，现在呢它是叫郭子仪纪念馆。它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它是不是桐花季？啊，对，在桐花的时间大概4、5月的时候非常的漂亮，非常适合去拍桐花，因为有些人应该是特别跑去那里拍桐花，然后因为这个点大家知道的不是很多，所以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其实没什么人。其实我内湖生活了非常久，但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然后我去查了资料才知道，在最近它才比较出名。然后因为它现在由郭氏家族，就是姓郭的这个后代呢，慢慢再把这个他们家的老宅，整修之后，这也成为台北市的市立古迹。它其实真的蛮漂亮，它里面也是一个木质建筑。然后那时候我想去，是因为我那几天刚好就是我的那个 cat， 就是想要带我的 Kelly 出去溜溜。然后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日式风情的地方，而且它的环境维护的相当的好。对。最早呢，
其实在1917年，民国6年的时候，它就有这个房子成立了。那算是内湖这个当地的比较高级的士绅，那建的他们的一个古宅，对，望族建了一个古宅，然后就成为姓郭的这个郭家延续下来。那现在也是他们这个郭氏中心会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在那个房子里面有他们的纪念堂，有在2楼的样子吧？对，它现在呢是叫做郭子仪纪念馆，然后它可以从文德站出来，经过一个长长的楼梯，这楼梯也蛮漂亮，那可以走到这个郭子仪纪念馆。它以前叫做内湖红楼，因为它是红砖建筑。对，因为它外面是那个红色的。那我们接着呢，在下一个站，我们带大家来到大湖公园站。第一个就是大湖公园，对，就是大湖公园，就是内湖其实很出名的大湖公园，遛小孩的好地方。对，大湖公园很漂亮的呢，就是当然是它这个湖很漂亮，还有它周遭呢，其实算整理的非常的好，大草原，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休憩的地方。你可以很多人在那边露营啊，或是郊游啊，或是带宠物出来玩啊。还有可以去游泳啊，它那站不是有一个游泳池？对，它有一个公立的游泳池，也非常的漂亮。对我来讲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他都不睡觉，他大概就是5、6点就会醒来，然后就会出去拍照，然后我可能还是在深沉的睡眠之中。对，夏天跟冬天呢，其实景色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哦。夏天的时候，其实是推荐大家大概在夕阳的时间。那我们可以从湖，就是靠捷运的这一面看过去，那夕阳是非常的漂亮的，而且它这个颜色啊是非常的漂亮，对吧？所以其实夕阳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建议大家时间在夏天的时候。对，而且夏天的时候，其实在那个大草地上玩耍，其实是非常的舒服，很漂亮。会很热吗？有一点热，但是照片拍起来真的很漂亮。OK。对啊，反正。那冬天的时候呢，其实会建议大家绕到湖的后面，就是在靠近后面那个叫鹭鸶山，因为它上面很多白鹭鸶。所以大概就是早上5、6点还比较漂亮吗？大概7、8点的时候。OK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地方靠山哦，然后又有湖，所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山岚。什么是山岚？就是像雾一样，好像山水画。对，那为什么说像雾一样呢？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桥呢，曾经被选上，但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选上什么东西？选上国外的10大美景。应该有吧？我好像有看过这个新闻。那个照片，它拍的时间大概就是冬天的早上，大概7、8点、8、9点的时候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拍那个 view，其实大概那个时间去就有机会拍到。对。所以其实大湖公园除了是遛小孩之外，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就是摄影的喜好摄影的人去拍的一个景点。第二个比较近的公园呢，其实是从大湖公园往大湖山庄街里面走。对。是要走点路啊，因为它绕到里面去。它好像是防洪用的公园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其实叫内沟溪。对。清水公园。对，其实就是应该说大湖公园，其实周末都非常多人，因为大家都很知道嘛，捷运道很方便嘛，所以就会大湖公园 always 塞满了人。那如果大家愿意就是再走一点路的话，你就是往那个大湖公园里面去走的话，就会到那个内沟溪公园，人少非常多，而且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 view 是比大湖公园更好。那在这个清水公园建立好之后，其实它做了很多防洪的渠道，就是你们如果去玩，它是为了防洪建的吗？对，因为你看它不是有很多那个沟，大的沟吗？对。那个就是今天水很大的时候，它就是会 party 在那边，不会全部灌到大湖公园里面去。OK。对，因为在内沟溪公园，就是在附近叫大湖山庄街哦，这里大概是全内湖最低的地方，地势最低的地方，所以淹水就是山上下来的水，第一个就把这里灌满。所以它现在建了一个内沟溪，其实水就可以引流到那边去，就像蓄水的概念这样子，就把那边塞满这样。然后我觉得那边其实也蛮适合带小朋友去的，是因为它一样有非常漂亮的草地，然后另外它有一些就是小的溪，它算小的溪流吧，我不知道。我之前去啊，每次会碰到非常多家长带小孩去，然后我就觉得小孩都蛮开心的。对啊，可以玩水啊，其实。对，但是其实它玩水的地方可能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可能不是每个地方都很适合啦。还有就是内湖这个地区其实是个矿场来着，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对，我不知道。在什么东西的矿？煤矿。煤矿那不金瓜石吗？这里也有啊。哦。对，
所以在内沟溪公园，其实往上走一点点呢，有一个地方叫碧山眼，不是碧山步道。那在那个步道中间呢，就有那个矿场的遗迹，它已经把它整理好，是可以去参观的。下一次我们可以去看，你没有走到那么远。哦，好。在这个公园跟叶姓祖师庙的中间，就会到那个矿场的遗迹。那下一个是什么？那内湖站第一个跟大家介绍呢，其实也是一个豪宅区，内湖也蛮多豪宅的。就 AIT 那里吧。对 ，AIT 的后面，它现在叫青白公园，其实以前是青白里，是一个眷村来的。那现在那边最主要都是豪宅，那而且它整个步道啊，跟中间附近的这些公共设施，其实布置的非常适合人，就是走来走去，老人家走来走去啊，或者小朋友走来走去。我记得它好像有搭一个有点类似像，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设施在那边嘛，然后好像还有一个像有点，我觉得那是什么，就是像表演台嘛。对的。周末就看到很多家长带小朋友在那边，那我觉得那里还蛮舒服。对，那这个是内湖站的这一面。那内湖站的另外一面呢，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景点哦，我们叫开张圣王庙。是看樱花那里吗？对。就5年前那里是没有樱花的。我一直以为它一直都有樱花，因为我看每次樱花季都好多人去拍哦。那是近5年了。所以它的樱花是后来种的。对，后来种的，而且它种的很漂亮，就是在这个阶梯的两边，然后都会有樱花树冒出来，其实就有像樱木花道那种感觉。对，有很多网美都专门去那里拍，就是在樱花街都专门拍照啊。对，超多人的。从内湖站，如果你走上去，大概走40分钟，如果不算特别远的，但你应该没办法的。我就是想要走到一半就想要坐电车上去。我们上次走到一半，然后他就放弃，他就坐车。对。上次是5、6点去吗？大概7点吧。哦，反正就是很早的时间了。除了这个樱花这个步道非常的漂亮之外呢，其实那里也是看夜景跟台北市的市景非常漂亮的地方。其实我有看过，但我的确是坐车上去，我不是走上去了啦。对，那其实也看天气了。如果天气好的时候，那个夜景看的是它是蓝色，是非常漂亮。那天气不好的，例如说雾，其实你会看到整个台北市呢，像山水画一样，对，埋在云海中间，然后只是远远突出一个101，你就看那个101在海中间的那个感觉。在另外一面有一个白石湖吊桥，哦，那个也是非常有名的景点，而且好像附近还有一些草莓园可以尝草莓。对，就是从吊桥跨到对面去呢，其实那有很多的农家，那就有可以采草莓。对，而且到草莓季的时候，他们会在内湖捷运站附近安排那种接驳车，就是不用钱的。那可能就是我猜应该是商家出钱的，然后他就可以载你去采草莓。我上次也有去采草莓。这个吊桥呢，其实盖得非常的特别，算比较新式的。对，它是有点像龙骨拼接起来的那个感觉。对，它真的超像龙骨的对，它是一块一块拼接起来的一个吊桥，那还蛮漂亮的。对，我知道我看过，而且其实它也是蛮多就是网红网美超爱去拍照的地方啊。同样在内湖站呢，跟我们刚刚讲那个大湖公园站这中间，大湖山庄街，其实有山路上山。对，那是我更早以前小时候住的地方。对，它其实就是大湖山上去嘛，别墅区呢。可是我觉得它应该很不方便吧，一般都要开车吧。就一定得开车，因为开车大概也都要10分钟上下的车程。对，而且它的车是那种像小2、小3那种小的巴士，对不对？周遭还有一个地方很出名，叫丰贵嘴，就超多人去那里溜车、骑脚踏车啦，或者是重机啊，在那里。对，重机还蛮多的。对，它那是很多发夹，类似像发夹湾的地方。因为我有印象，是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就有朋友就是喜欢溜车的，他就觉得那样很帅，因为那就是一个发夹湾的。多数是骑脚踏车的车友会从那是白天，晚上不是。从士林这边，就是从故宫博物院的后面骑脚踏车上去，这个算是蛮挑战的一个地方。对，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累，我觉得。可能骑到上面你就喘死了。对，但是你有办法骑，我觉得就是比3天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也有步道，可以从丰贵嘴这边呢走到阳明山的擎天岗。哦，对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介绍。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来内湖走走，就算踏青啊，或是你有小朋友带小朋友来玩一玩，这也算不错。我觉得内湖就是一个非常适合
遛小孩的地方。扑扑蝴蝶啊，看看水边的鸭子啊，好吧，那今天就这样子哦，谢谢大家。